胜利啊！ 这位是军委工作组的谭组长，来看咱们训练的。这没什么好看的，这太危险了。组长，来下去。音乐。首长，快走！如果遇到恐怖分子，不能犹豫，必须火力压制。让我。哦。 坏了，这帮家伙打红眼了。同意，冯副旅长，我是郝建国参谋长。叫你的人手下悠着点儿。我现在就带领军委工作组的谭组长过来看看咱们训练。你们已经把我们压制住了。我在空中指挥呢，让彭继海跟你说吧。你知道我们外星人的厉害了吧？不过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们，你们就先做人免灾吧。哼，这帮人打起来就六亲不认。李璐，这是做什么？买路。 Friends, we are Chinese. Here's money, mobile phone, watch. Please let us go. OK， 上帝保佑你们，你们可以走了。哎，谭组长，好了，可以通行了。怎么？这就放行了？郝参谋长啊，你们弄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吗？首长，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断提升，大国意识不断增长，我军参与国际反恐和维和任务将会越来越多，军队走出去执行任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势在必行。因此，对于一支现代化的陆军部队来说，
必须有遂行境外多种任务的要求和必要的常规训练科目。你们想得很超前呐。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很超前，而是滞后了。什么意思？我军派出的维和部队越来越多，由于维和任务的特殊性和政治性极强，部队呢又远离祖国，我军作战部队受到这方面的专业化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要学会跟外国人打交道，与外国军人合作，让部队在出国执行任务之前，在国内就受到一定的适应性训练，对出国执行任务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最起码不会两眼一摸黑嘛。专业化蓝军与护卫蓝军模式不同，必须要让红军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然就失去了专业蓝军的意义了。部队明天打什么仗，那我们今天就要扮演明天的敌人。部队的需要，那就是我们的任务。是啊，我们总说要贴近实战，但一直没有在贴近上下过真功夫。因为不追求真实，大家就都在演戏。其实演习很大的成分是在演戏，但你们这是以训练为目的的模拟性作战，真实就有效果。红副旅长，红副旅长，你带首长到3号指挥所休息，沈参谋长马上就赶到。明白。3号指挥所。郝参谋长，红副旅长说沈参谋长一会儿到3号指挥所，让我们在那里会合。好，我们赶回去。首长，这天儿太热了，咱们换个地方聊聊。好啊，走。走。这帮家伙六亲不认，啊，过不去了吗？看来啊，南从这边人过去了，这边是蒙古分队的势力范围，不是你花钱就能过去的，那怎么办？好，参谋长，我们从地下管线绕过去。好，走，业务，走。这边能不能通到3号指挥所？郝班长，把地下官网的资料调出来看看。坏了，我们还要穿过6号街区。6号街区怎么了6号街区1个小时之前已经被3分队的蝎子分队控制了，想过去很困难。绕过去不行吗？肯定不行，除非我们出了城才能插过去。看来呀，我们只能硬闯过去了。碰碰运气吧。首长，现代城市作战和过去的城市巷战有所不同。哦，说说看。现代城市作战的战场一般可分为5个层面：街面和街区，也就是地面部分；地下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四通八达的地下管线走廊；大城市还有地下交通网。街面以上是楼层、院落，包括商业街、办公楼和居民住宅楼。这些楼宇建筑结构格局复杂，攻守双方都可以利用。还有就是顶层和城市上空，这样的战场形态构成了复杂多样的攻防阵地和火力点，重装备很难施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城市的规划、对建筑的结构有相当的了解，战法、战术和心理攻势，那都与过去的阵地战不一样。
还要考虑普通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啊。没错。这次演习挺有意思啊！一开始就下了死规定，各参演单位驻训点为非演习区域，不得以偷袭、渗透等方式进入驻训区域，否则严肃处理，带队指官一律撤职。看来啊，海啸突击旅、山鹰旅，包括咱们，都干过偷袭别人营地的勾当，所以这次演习指挥部事先声明了。我看这样也对，那偷袭人家后院的都是咱小时候干的，咱现在不干了呗。要不是有这个死规定，连咱们这个营区啊，也许都保不住。报告长官，一中队刚刚抓到一名奸细，正在审问。抓了什么人？是空降兵的人，他穿着便装。我把一中队几个小组派出去搞地形侦查，发现了这个人。他骑个摩托车在咱们驻地附近转悠，我们的人上前盘问，发现这个人还不是当地口音，就把他扣了起来。扣人了？有证据吗？有，他的手机里拍了许多我们驻地的照片，有步战车、通信车、直升机，还有营区的全貌。一般的老百姓是不会干这个的。你怎么知道他是空军？一扣押回来我就知道他是个当兵的，而且他的裤子、鞋、内衣都是空军的。据他自己说，是他们连长发现了这边有一个新的部队，不知道是哪个单位，就叫他过来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要不你们再去审一审，看看是当俘虏处置，还是放他回去。这样吧，放人呢肯定得放，但抓了也不能白抓。谁抓的？孙乐乐、孟涛、艾佳他们几个。我看啊，来的都是客，就让他们几个出面请他吃一顿，
但是要传递一个信息，告诉他，我们是临时被调到这儿来给专家组搞保障的。对，就这么说，快去吧。是。走，咱们也去看看。开饭啦！洪师傅，哎，就做这么几个菜呀？我们可是要招待空军老大哥的。哦，你好，你好。哪能啊！一会儿都给你们端上来啊！先喝点汤，开开胃，好不好？哎，请坐。来，坐。来，小宋坐。来，我们这儿呢条件有限啊，随意。还说条件有限呢？你们这是开洋荤呢？小意思，我们只不过是变通了一下西餐的样式，就是换个吃法。打演习这也太奢侈了吧！这些东西啊又不贵，就是些生鲜蔬菜加点沙拉酱。来，吃起来。是。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尝尝我这个拿手的意大利粉啊！多吃啊！吃饱了饭才能打胜仗呢啊！来，吃起来。来吃，别客气。尝尝这个，来吃。这可都是西餐大菜呀！我们呢是专门保证专家的部队，专家级别高，这规格自然就高。我们呀，顺便也就沾点光。嘿，你今天来啊，算是捞着了。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们旅长叫我们侦查。这突然冒出来一支部队啊，我们旅长他也紧张。快吃啊，别客气。哎，来，吃点这个牛肉。这朋友啊，是空军的朋友，一开始说是他们连长派来的，后来又说是他们旅长派来的。多谢。不错，好吃吧？怎么样？不错，你也尝尝。哎，小宋啊，你们的机场在哪儿啊？我们怎么都没有见过飞机啊？我们呀是空降兵，这次参加演习呢，主要是演练空降和地面作战。我们登机的地方在100公里外的小金湖机场。100多公里？那你这晚上还能回去吗？我不用回去，我们侦察排就住在16里铺的村子里。我听说这演习都是有预案的，怎么还有侦察呀？你们啊是陆军部队，跟演习没关系。我们主要是想了解海军陆战队的情况。这回我们是跟他们的海啸突击旅对抗。我们旅长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有情况不了解也不好嘛。说得对啊。哎，你们旅长倒是真有才啊。那可不，之前就是特技飞行员，飞行团团长。尝尝，正宗的英国红茶。来，你的。哎，谢谢。哎，喝茶。小宋，来，为我们的不打不相识干杯！这个没想到能碰到你们，要是让公安抓到，还真说不清楚。来，干杯！让到小金湖机场查看一下情况。你说你们旅长怎么就知道我们在这儿，还派你来侦查？说起来呀，也是偶然。今天中午啊，我跟我们排长到小金湖去汇报情况，旅长问我们，村子附近有没有异常情况？我说没有啊。旅长拿出一张卫星地图给我们看，说是这个地方怎么突然冒出一支部队来，而且装备跟数量都不少，所以啊，就叫我们赶紧过来看看。走，空军老大哥来了。对不起，首长，我不是空军老大哥，只是一名小侦察员。空军侦察员，怎么跑到我们地面上侦察来了？我们是空降兵部队的，地面侦察是必须的。你们是？哦，我们是搞保障的，跟他们这一块搭伙吃饭。你们旅长叫什么呀？姓夏侯，叫夏侯兰。夏侯兰，大名鼎鼎的山鹰旅的旅长啊。您认识他？我不认识，但是我听说过他，非常会打仗的一个旅长。旅长没错。哎，明天你们跟海啸突击旅打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了。不过明天是预演，摆样子给专家看的。我们攻，他们守，已经预演了好几天，闭着眼睛都能搞定。后天呢是真正的对抗。哎，那我祝你们成功啊！来，干杯！你们继续吧啊！好，这来，吃，继续吃，好，请坐。
怎么样？够不够吃啊？啊，不够我那还有。够了够了，你们真是太热情了。别客气，咱们都是战友，客气啥呀？吃吃吃。我们旅长还让我们盯着你们的一举一动，还防止你们偷袭我们呢。我们干嘛要偷袭你们啊？就是呀。我们的任务是保障专家组，跟你们演习没关系。可不是嘛。那个，我呀不能多待了，我得赶回去了。怎么这就不吃了？说是不是着急回去汇报对我们的侦查情况？哪儿的话呀？我们真正的威胁是海啸突击旅，可这情况我也得汇报呀。班长，摩托车的油已经给你加满，就在外面放着。好，谢谢啊。刚才我就是随便说说，都是为了工作嘛。哎，什么时候有机会带我去你们空降旅看一看呀？好啊，我们这回呢，一共是来了3个营，1个直升机中队，旅部指挥中心就在小金湖机场。哎，你们部队住的倒是挺集中啊，骑着摩托车就跑过来了。哪呀？除了旅指挥部和直升机中队在小金湖机场，1营在5号房区，2营在6号房区，3营呢安排的更远，在8号房区，相距都在100公里开外，来回啊得大半天呢。我呀真得走了。哎，这就走了？不吃了。谢谢啊。行，慢慢走。常来啊。好，哎，不用送了，回去吧。走了。哎，吃好吃常来啊。好。走吧，回指挥部，把情况汇报一下。是。山鹰旅的指挥所设在小金湖机场，距离此地有100公里。这里还驻扎着一个直升机中队。明天山鹰旅和海啸突击旅的首场演练，他们的空降兵登陆点就在这里。小金湖机场呢是五峰山训练基地的一座临时机场，供参演部队飞机临时停放起降用。所以我估计他们的运输机应该会在明天开打之前才会飞过来。它的3个作战营分别设在5号、6号和8号分区，其中8号分区的作战3营离中心演习场地有100公里。汇报完毕。不错，你们几个今天是搂草打兔子啊，收获很大呀。他们还有一个侦察排住在16里铺，16里铺距离我们这儿大概有1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要不要把他们端掉？你们今天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会考虑的。是。坐吧，说说你得到的情报啊。是，这次勇士行动对抗演习，海空2个旅实力基本相等，都是3个营。空军方面外加1个直升机中队，海军方面他们有一个直属特战队，这个特战队人数不多，但实力都很强，是海啸突击旅的刀尖儿，尤其是在执行海外营救任务时表现相当突出。山鹰旅的3个营实力相当，编制为摩步突击营，他们都是经过特战训练的。海啸旅的旅长姓汪，刚调来不久，对他的情况了解的不是很多。你就重点谈谈山鹰旅旅长夏侯兰的情况。是。山鹰旅组建时间较短，能收集到的情报有限。我最终是从国防大学了解到夏侯兰的一些基本情况：空军飞行学院毕业，特级飞行员，当过某飞行团团长，后进陆军指挥学院学习，任空降兵大队长。今年年初，空军组建快反突击旅山鹰旅，他出任旅长。那这么说，应该比咱们大不了多少，也算是同龄人。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国防大学的那篇毕业论文，是什么？加强演习中南军实力和主动地位的重要性。这样，把那篇论文呀发给我。是。咱们呢，现在马上回去休息1个小时，但是呢，要想几个问题。第一个啊，咱们既然是来搅局的，咱们怎么个搅法？第二，人家2家在对抗，我们呢是2边都打，还是说袖手旁观？第三，咱们既然是专业化的蓝军，这一次咱们专业化到什么程度？既然搅局，咱们就要搅乱，乱到什么程度？哎呀，英雄所见略同啊！哼，好，真是没想到。哎，来了，
还有你想不到的呢。啊？哎，现在可以很肯定的说，山鹰旅就是空军的一支准专业化蓝军部队。这么肯定吗？夏侯兰的这支部队啊，是一支特别适合空地一体作战的部队。但是呢，偏重于快速机动地面作战，这是它作为空降部队的特点和优长。由此推断，空军应该还有一支航空兵专业化蓝军部队，是专门为了磨砺红军的飞行员而组建的。从夏侯兰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很可能就是曾经那个神秘的航空加养仪部队的蓝军司令。有什么特征吗？低调果断，冷静多疑。那这么说，这次军委工作组调我们来参加演习，不光是搅局，还有其他的附加目的啊。从夏侯兰旅长的论文，还有山鹰旅组建的过程，以及最近的战况，可以看出来，他跟我们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谭组长是想把我们2支部队拉到一起搞一次对抗，对专业化蓝军搞一次带实战背景的考察。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哟，你们俩先讨论上了啊？参谋长，我睡不着，看旅长也没休息，过来聊会儿。哎，老郝，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说说看。哎呀，以前我们总觉得没有遇上对手，这回啊，算是遇上。你是说跟山鹰旅的对抗吗？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是军委和总部对我们专业化蓝军部队建设的高度重视。都开起会了，得通知我一声啊！没开会呀，这不还没到1个小时吗？哎，既然大家都不想睡觉，那咱们就先说说啊，明天咱们搅局从哪儿下手？我的意思啊，是坐山观虎斗。既然我们是蓝军，总得给人留下点印象，找点麻烦什么的。打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先集中力量打一家。那我觉得应该2边都打，2家都打啊。一是我们打不过，再一个，这万一把2家都惹火了，2家合起伙来打我们，那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啊。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明打，是暗打。这个思路好，暗打，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分别派出2支小分队，分别对参加勇士行动的红蓝双方同时展开袭击。但是呢，打海啸突击旅的时候是以山鹰旅的名义打，打山鹰旅的时候呢，我们打着海啸突击旅的旗号。只有这样，惹是生非，挑起事端，我们才好坐山观虎斗啊。对呀。哎，旅长，你发现他们俩这多损呢啊？是不是商量好的？商量什么呀？这就是一种感觉，对吧？你别说啊，你们俩感觉还真不错。但是啊，我们现在对海啸突击旅还不是很了解，但是对山鹰旅还有夏侯兰多少有些了解。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不过，跟高手过招才是享受嘛，而且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这机会是没错，但就看怎么学。我看啊，主动登门请教，先登门，后请教。是来搞保障的，搞保障来就行了，还带这么多队伍，还有什么特点？你感觉不一样？我感觉他们挺热情的，知道我是空军部队的，还请我吃西餐呢。而且他们有时候说外语，哦，还有几个翻译，也是吃西餐，还请我喝茶呢。完毕。好。桂参谋长，海啸突击旅有没有什么部署上的变化？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海空军对抗，突然又冒出是陆军部队，而且既不是第5战区陆军部队，也不是总部直属部队。你是不是怀疑他们也参加演习？这不可能，导演部没有通知。再说是我们红蓝军对抗，他们算什么颜色呢？
报告旅长，演习指挥部刚刚来电话询问准备情况，并强调，第一天的演习为展示性表演，有多名军事专家到场观看，要求2支参演部队保持最好状态，拿出最好水平，确保演习成功，做到每一个节点零误差。零误差？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是空中飞行，从天而降，气象条件随时都在变化。以为坐高铁呢？就算高铁现在也就这些了。是的，飞机明天上午8点半到。好。另外，红军方面也是明天上午8点半乘车赶往演习点，这是导演部通告的。这么说，我们的登机时间，导演部也告诉了海军那边？应该是吧。导演部一直强调，明天是展示性演习，希望两边都不要出现什么差错。我们的任务主要还是为专家组展示空降兵远程奇袭和特种部队快速反应能力。这些专家都什么来头？还要我们专门做一次展示给他们看？跟海军陆战队的实兵对抗才是真对抗。明天的活儿，我看就算是一次预演。你这态度可不对啊！我听说这次专家组的成员都是来自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的研究员、教授什么的，还是得重视起来，米秒不差。明白。夏侯兰那边没什么动静吧？目前还没。明天百练他不会有什么出格的动作，后天可就不好说了。哎，我听说又进城一支部队，是从第1战区陆军调过来。听说是保障专家组活动的。专家组？啊，我看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那他来能干啥？我们是红军，空军是蓝军，我们2家搞对抗，怎么可能有第3家呢？我也搞不懂。哎，对了，谭组长就没透露点什么消息吗？没有。沈参谋长，上报旅都到位了吧？大部分都到了，还有2个营还在路上，估计今天后半夜或者明天早上就会赶到。刚才协调会上，我只谈了大的原则问题，不想讲太细了。听出来了，您是留有余地了。毕竟，这回是全军南军部队的首次较量嘛。您是说，山鹰旅和海啸突击旅也是蓝军部队？海军和空军的这2支部队，与现建制部队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执行的任务基本上是担任南军假想敌，而且在外军的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你上次在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上汇报了山豹旅的情况后，引起了各个大单位的重视，有的甚至说是震动。还有战区陆军司令政委跑到北京，要专业化南军旅的编制。因此，一个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南军部队究竟是专业化好呢，还是非专业化好，还是准专业化好？我们刚开始组建的时候，这样的议题也讨论过。都议论过什么？有的同志认为没必要搞得太专业，花样多，管理上麻烦，会引起其他部队的反感和不满。指定某支部队多当几次蓝军不就行了吗？但这样做也有弊端。战区陆军呢，通过实践检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什么呢？首先是名不正言不顺。一支正规部队，它的编制编程、训练大纲、成绩考核、调职调级与别的单位都是一样的标准。可你老让他去客串蓝军的角色，自己的专业不敢丢，蓝军的活呢也要干，经常是1心2用，最后搞得是不伦不类的。再说经费使用上，不可能给他太多的蓝军建设经费，因为别的部队也会担任一些蓝军任务。表面上看省点钱省点事儿，但实际上效果不强。如果没效果，花钱再少那也是个浪费啊。你说的这是个道理。后来战区陆军司令员政委下决心搞，搁置讨论，先搞起来再说。当时呢，我就提出一个思路：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就搞一支什么样的假想部队？假想敌就是敌人，就是让我们没有打过仗的中国军人见识见识对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观念一变，思路也就变了，想法呢也就出来了，而且放手让韩鹏、童飞他们去搞，我们当领导的呢就给他们兜着。战区陆军首长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啊！各位首长、嘉宾、专家、媒体的朋友们，今天演习的第一个项目是由海军海啸突击旅扮演的红军坚守的海岸防御阵地，突然遭受空军某空降旅山鹰旅扮演的蓝军的垂直打击和突然袭击，蓝军很快占领了红军的固守要点。红军丢失阵地后，在红军旅长的指挥下，迅速有效组织多兵种反击作战，并运用特种兵突击战术，成功夺回要点阵地。8时30分，演习正式开始。各位嘉宾、各位首长、各位专家，代号勇士行动实兵对抗演习现在开始。各位首长、专家，在我们观礼台正前方的阵地，是由我海军陆战队精英战士组成的海啸突击旅，作为红军守卫的1130防御阵地。现在，红军的守备部队已进入阵地，他们正严阵以待。红军阵地突然遭袭，我们现在看到的烟火和炸点显示，是由空军山鹰旅扮演的蓝军正在对红军实施远程火力打击。我们都看到了，为了躲避蓝军的火力打击，红军的守备战士纷纷进入隐蔽所。蓝军的火力打击将持续10分钟。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一幕十分宏伟壮观的现代战争场景：蓝军山鹰旅空降兵机群将会飞临红军阵地上空实施空降，给予红军坚决的垂直打击。请各位首长和嘉宾们向东南方向上空看，山鹰旅机群飞过来了。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由2架歼10战斗机组成的对地攻击编队，他们将用空地导弹对海啸突击旅阵地再次实施第2波次的打击，以清除红军的残余部队，为空降作战扫清障碍。现请看，我们的空降兵到了，他们将从3000米的高空跃出机舱，1分钟后安全着陆并集结，向1130发起攻击。首长，怎么了？你等我在内。是。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我估计啊，是天气的原因，飞机啊飞不起来了。不可能！你看这天多好啊，肯定是出问题了。导演部的人呢，还不和蓝军指挥部取得联系。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情况了？按照预定的方案，这飞机早就该到了，不是经过预演的吗？已经预演3遍了。昨天预演的时候，我就按这稿子念的，1秒都不错。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掉链子了。那这还没人管呢？啊，前副总指挥已经打电话去问了，一会儿就会有结果了。王大谋，立刻接通山鹰旅指挥部，问一下他们，歼10战斗机编队为什么还没有起飞？是。喂，喂，喂，直线电话一直打不通，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已经派人去查线了。要不，我打手机过去问问他们的通讯参谋。赶紧打电话问问情况。是。哎呀，怕出事，怕出事，还真的出事了。喂，
小于参谋啊，我是黄参谋呀。对，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电话一直要不过去。什么？副总指挥，线路被人切断了。先不管谁干的，先问一下他们飞机为什么不起飞？是。喂，你赶紧告诉我，飞机为什么没起飞？这边演习已经开始了，没见着飞机过来，也没见人跳伞，怎么回事啊？什么？你再说一遍。遭到红军袭击？不可能啊！红军刚才还……红军小分队。好，副总指挥，小金湖场站那边遭到了红军的袭击，运输机飞过来了，但是没法降落，又回去了。我是秦副总指挥，叫你们夏侯旅长接电话。对不起，首长，夏侯旅长正在指挥对红军小分队的反击，不在指挥所。哦，对了，就是我们这个行风大队长打过去的。哦，队长，打法很独特，而且飞得很漂亮。你们的进攻完全避开了我们场站雷达的监视。我估计你是在20公里外就贴树梢飞行了。夏侯旅长说的没错，我原来是开歼击机的，到了山鹰旅之后改飞直升机。我想，我们会有机会在空中较量。希望有机会能向夏侯旅长学习请教。那好吧，王旅长，这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呢就先告辞。行，再见。哦，对了，韩旅长，有个东西我要给你。这个是我们刚刚截获和破译的山鹰旅的作战记录，而且其中有我们的一些想法，留着慢慢看，说不定对你有些启发。谢谢王旅长。行。好吧，那回去了，再见啊！再见，不错。再见。不知夏侯旅长深夜造访，这个找我们旅长政委是有什么事儿要商量？如果要是有，你可以留下意见，我到时候等他们俩回来，一定亲自汇报。明天就要进行3家对抗演习了，这3家对抗演习还是得分个主次。原本想找你们韩鹏旅长交流一下，是咱们2家先打，还是等我打完海啸突击旅，然后咱们2家再交手？这有什么不同吗？当然不同了，因为我们本来只对海啸突击旅1个旅打，现在你们也加入了。我要跟海陆2个部队打，我不可能同时应付2支队伍吧，所以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好，原来夏侯旅长是想听我们的想法。对，如果你们觉得还是咱们2家先打，那我就得调整部署，把对海啸突击旅的作战计划由进攻改为以防御为主，集中兵力、火力。先把你们接手掉，然后再腾出手来去打汪旅长那边。哎呀，我多少明白点了。哎，那敢问夏侯旅长，如果我们2家先打，你有什么打算？集中我旅全部兵力装备，再调我空军轰炸机、歼击机，发起最猛烈的攻势，先歼灭你们1到2个营，然后把你们完全的、彻底的赶出9号分区。那照您这么说，我们在五峰山基地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了。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中原战区陆军五峰山训练基地。对。
历史上逐鹿中原的兵家必争之地，在这里演习的单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败下阵来，立马打背包滚蛋，没人给你开欢送会，基地半天都不会让你多待。哎呀，听听啊，是不是太残酷了啊？这就是中原人的彪悍风格。我在这里带兵打过2次演习，一次胜了，一次败了。结果怎么样了？胜者王侯，败者寇。得胜，基地领导、当地老百姓马上来慰问，这大鱼大肉啊，成坛的烧酒，还送手机、送电脑什么的。这县里的、市里的剧团也跑到连队来唱大戏。这叮铃哐啷，叮铃哐啷，最少闹腾3天。那这要是败了呢？那就尴尬了。那次是因为情报泄露，我们的空降时间、空降地点都被红军给搞去了。刚一落地，1多半的伞兵就让红军给包了饺子。还没等到吃午饭，就接到了离场通知，然后断水断电，就连老百姓都找上门来，不是来慰问的，是来算账，说采了这地里的苗，得一颗一颗的赔，喝了1瓶矿泉水，他敢收你3倍的钱。小孩子看见你，直刮你，骂你们是偷奸耍滑、没出息的民，赶紧滚蛋。所以啊，在这里参加演习，你们得做好心理准备，赢得起，输不起。你们不相信？夏侯旅长，这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失败也有失败的客观原因，失败啊不是一种耻辱。当地人不这么看。哎，也有没滚蛋的啊！在这个五峰山里有座自刎台，据说呀，有很多英雄豪杰兵败都自刎于此。我看你们不妨也可以试试。夏侯旅长，你可别吓唬我们。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想早点滚蛋，那么就先跟你们交手，早打完早滚蛋；如果我们不想走，还想留在这儿看一看，那么就让你们先打败红军，红军滚蛋，然后再打败我们，我们立马滚蛋。哎，对，就这个意思，你描述的非常精彩。要这么说，我们早晚都是滚蛋的命。要不你们来干嘛？你就这么肯定我们会败？跟我山鹰驴打，你能胜吗？你敢在我面前谈胜利？主任，咱们就不等了。哎，郝参谋长，走，麻烦你告诉一声韩鹏旅长，他要是想多待1天，就等我打完海啸里；要是想老婆孩子急着跟情人约会，咱明天一早就开打。你们连午饭都省着做了，赶紧滚蛋！夏侯旅长，仗我们肯定是要打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多待几天，顶多1天。再见。慢走不送。哼，你们说说啊，怎么进来这么个主？口出狂言的人我见过不少，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狂妄的人。这哪是来看望旅长和政委的，这分明是下战书的。参谋长，旅长，长官，这个，这是什么？海啸突击旅找到山羊旅的一份作战计划。山羊旅啊，明天打算在3号分区把海啸突击旅全歼。这个呢，是他们上报给战区空军指挥部的一份作战计划，被海啸突击旅给截获了。
这后边啊是海啸突击旅将计就计做的另外一份作战计划。他们打算啊，明天把山鹰旅打的是秃鹰满地毛。你好好看看啊，也蛮热闹的。不是，他们给你这东西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一是让咱们不要介入，他海啸突击旅已经胜券在握了；二呢是如果我们想加盟的话，就加入他那一方。你们要早一点来啊，也能看上一出好戏呢。哎，对了，夏侯兰来干什么？他呀，不需要我们任何帮忙，他就是来告诉我们，不论是打我们也好，还是打海啸突击旅也好，都是小菜一碟。哎，让我们选择早死还是晚死。说，这家伙说话这么牛啊？对啊，让我们表个态。如果想早点滚蛋的，好，那他就先跟我们打，等把我们收拾完了，他再去收拾海啸突击旅。整个一个天下无敌的状态啊！啊，你怎么说的？那你们都没回来，那我肯定要留个余地嘛。我就说我们还想多待几天。这个余地留出来，咱们就有戏可唱了。可是人家呀，才给我们1天时间。1天就1天嘛。那我们明天还继续看热闹？最好是让他们看看咱们的热闹。不管怎么说啊，今天晚上没白忙活，该出去也出去了，该闯进来的呢也闯进来了，至少让咱们摸清楚了红蓝两军的基本情况。别傻站着了，都坐下，咱们好好商量商量明天的作战计划啊！好。旅长，基本思路是什么？基本的作战思路，咱们肯定还是搅局。还搅局啊？不是。这演习打完啊，咱们的长官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搅屎棍子了。哎，佟政委，严肃点啊！首长对咱们早上起来的行动还是很满意的，至少触动了海啸突击旅还有山鹰旅。我觉得这个时候，该表扬的咱们得适当表扬一下，这样咱们的人干起来才有干劲儿啊。这你不用担心，我心里有数。冯孝生，到，把你手下那2个女兵，还有周天平他们一起叫过来。是。到目前为止啊，红军、蓝军还有山豹旅，我们也不好确定叫它什么颜色，就暂时叫它灰军吧。3家的方案已经报上来了。这是怪我，当初安排他们进场时，并没有什么色彩的概念。山豹旅毕竟是正义化蓝军，而且是一支正牌的蓝军，硬把他们掺和到现有的红蓝军对抗中来，给他们定个颜色，还真有点困难。叫灰军，好像也不好听，干脆就直呼番号吧。那这次的演习就不成这个红军蓝军了？不成红蓝军，就搞不成演习了吗？现在演习内容发生变化，由原来的2支部队增加到3支部队，内容变了，形势就跟着变了。孩子都上学了，还让他穿开裆裤吗？是。从这个原红蓝军方案来看啊，跟昨天没什么太大变化。而后来进入的山豹旅，第1阶段基本上不参与对抗。那他们干什么呢？从山豹旅报上来的方案看呢，第1阶段就是观摩演习整体情况，侦察场地地形和敌情，待红蓝两军进入焦灼状态时，择机进入。演习从哪里开始？还是从红军守1130高地开始吧。蓝军垂直打击，攻占1130高地，红军反攻夺回1130高地，然后进入第2阶段，蓝军是大举进攻，红军积极迎战。好，那组长是参谋长，我回去做准备。好。这是韩鹏发来的信息。他们这个想法很大胆，但是我一直没敢答应。担心他们把握不好，担心把演习搞砸了，引起负面的反应。毕竟不是在我们战区嘛，这是跨战区、跨军种的士兵对抗。我看可以让他们去试试。晚饭时，专长们就跟我谈到，他们更想看到高级指挥员战役指挥组织水平，尤其是昨天山豹旅的搅局，让他们感到很震惊，也很兴奋，要求留下来继续看下去。
还给我提了很多好的建议呢。我是担心前副总指挥那里。不用担心，组织演习表面上是考核部队，其实也是在考核我们组织者自己。把3支不同军种的南军拉到一个战场上，这不是我的突发奇想。我们派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都是驻扎在战争冲突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的政治、宗教、军事派别错综复杂，战争冲突与宗教、各种派系、各种经济政治集团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官兵在异国他乡，面对的可不是1对1的对手和敌人，常常是3方4国或多部落武装集团的明争暗斗，突发情况随时可能发生。而我们派出去的一线指挥员，大多是营团一级的干部，在国内的训练中，又从来没有上过这一课，所以，我很想在一些演习和训练中加入这种元素。于是你就把山豹旅也拖过来了，搞上了一场《三国演义》。自古论兵贵伐交，出其左右捣奴巢。古代军事家就懂得伐交之术，面对多方势力，不光要会打，还要会联合、会沟通。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就是这个意思。从实力上说，3支蓝军部队旗鼓相当，就看谁的思维开放，谁的想象力丰富，谁就能占有战场主动。现代战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敏感，规模不大，但敏感度极强，也可以说是在人体经络的穴位上作战，扼住穴位，全身痉挛。军委工作组的首长没有意见吧？没意见，只是要求我们事先跟专家组沟通好了。当代中国军人不是不会打仗，而是战场时间太少，尤其是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对外军现有战力的分析层面上，跳不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传统思想。我觉得应该培养我们的指挥员，在外军战力分析的基础上，去大胆想象，要有敢于主宰战场的意识，去构想一场以我为主的战斗和战役。非如此，打赢未来战争只是一句空话。诸位首长，早上好。由于演习计划的变更，上级安排我来担任此次观摩团的保障工作。我叫艾佳，将陪同诸位首长一起观摩下一阶段的演习。我们今天演习的第一个科目和昨天基本相同。有所不同的是，参加今天演习的不再是2支部队，而是3支部队。新增加的这支部队是中国陆军一支数字化旅，也是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第1支专业化的蓝军部队——山豹旅。昨天我们的演习中途停止，正是因为山豹旅出其不意地对红蓝2军同时发起了偷袭，导致红蓝2军的指挥员和演习指挥系统的混乱。其实这也是演习总指挥的有意安排，为的是能够让我们的演习更加贴近实战，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接下来的演习，由于山豹旅的加入，我们在演习的过程中就不再称为红军和蓝军了。参加今天演习的部队分别是来自海军陆战队的海啸突击旅，来自空军空降兵部队的山鹰旅，和来自陆军的山豹旅。演习马上开始。这样的安排就对了，这就有看头了。中尉同志，请问今天的演习顺序和昨天的是一样的吗？基本是一样的，你看。旅长，怎么样？我第1摩步营的小股部队，在今天早上6点钟，已经向小金湖机场机动，
并已达到遥控效应。据空中和卫星侦察，山鹰旅2空降营已经登记了，10分钟后起飞。按照山鹰旅的作战计划，当个小股部队途经3号风区的时候，搭载山鹰旅的2个空降营的6架运输机将飞临3号风区，2个空降营的空降兵、坦克、突击车将同时从天而降，一举在3号风区围歼俄第1摩卫兵。不会露出什么破绽吧？不会。我让1营通讯电台和部分大功率电台随小分队行动，而且电台通信正常开通，给山鹰旅的电子侦察送上一套完整的伪装信号。山鹰旅误以为俄1营已经倾巢出动，而俄3营从7号风区快速向小金湖机场机动。几个方面动作，山鹰旅误以为俄要对他的指挥所迂回包围，然而他会放弃对俄3营的截杀，集中2个营的兵力在3号风区一举围歼俄第1摩卫营，然后杀个回马枪，再截杀俄3营。这如意算盘可不是他瞎回来自己能够扒拉的。对了，导弹分队到位了没有？我们昨天晚上已秘密潜入3号风区，部署了6个发射点，确保山鹰旅的运输机进入俄伏击圈之后，第一波攻击最少让他损失3架飞机，第2波攻击迫使他离开，不敢有1名空降兵跳伞。同时，我们还配备了20具肩扛式地对空导弹。最好的战绩是让他有来无回。昨天我把一部分情报泄露给山豹旅，那就是要让韩鹏他们知道，我们来五峰山那不是给谁陪练的，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手段。同时也是警告他不要从中搅局，否则下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他先出局。旅长，还有5分钟的时间，山鹰旅的飞机就要起飞了。3号分区、8号分区侦察信号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报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异常。海啸突击旅的第1营已经进入3号分区，正沿453号公路由东向西行进，电磁波反应很强。8号分区侦察分队已实时发回监视画面。海啸突击旅的第3营行进速度很快。通知飞机全部发动，登机听我的命令。是。旅长，你踌躇了半天，我以为你要出什么绝对高牌了，就这个。这个怎么了？哎，我出的不是这张牌，不是我出错了。哎不，你出错了谁信呢？我盯你半天这张牌了，你捏在手里下不了决心，你怎么出这张牌？我要出的是这个，是这个。来，我出这个。不打了，再打下去，咱俩都得乱套。行，停牌。旅长，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一直心事重重的，什么情况？没见着韩鹏，心里一直没底。他是不是有意躲着咱们不见呀？不像，因为我们就是有意事先不通知嘛，来个突然袭击。昨天你们去不是把他镇住了吗？哦，是怕没起作用。对。昨天我给他们的参谋长来了个下马威，意思就是让他们今天上午别再来给咱们捣蛋，保证我们上午吃掉海啸突击旅这1个营。我感觉我们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但韩鹏本人是什么态度，我心里没底。作为专业化蓝军，他们在很多思想理念上一定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不一样，肯定不一样，但是他还能差异到哪儿去？观念不同，逻辑就不一样。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却会干出来，而且在他们的逻辑体系内，一定是合情合理的。就比如昨天我吓唬他们，跟我们打，他们必败无疑。要是再敢来偷袭，就给我小心一点。你以为他就不来了？要是夏侯兰一到3号分区，他就死定了。光虎可不是省油的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明天也有动作，我们的卫星和无人机一直盯着海啸突击旅的一个导弹营。昨天后半夜，值班员告诉我，红军的导弹营有动作。后来发现他运动到3号分区就静默起来，最少有8台到10台车辆，不像是去攻打小金湖机场的。
你确定海啸突击旅一营是在杨洞？我们通过电磁波过滤和甄别系统分析，发现他们的电台信号有一半是无内容信号，可能是一个伪装电台群在山沟里兜圈子，但杨洞目的不清楚。那肯定跟他出动的导弹营有关系。你是说汪虎想钓大鱼？无利不起早吗？报告旅长，雷达发现目标。是机群，武装直升机群。马上识别。报告旅长，肯定不是海啸突击旅的战机，是山豹旅的机群，有可能是来偷袭我们的。我命令：一，通知值班机马上升空，准备战斗；二，通知空降1营2营取消空降行动；三，通知运8中队立即起飞，返回基地。是。钟毅同志，这又是怎么回事？2支部队是不是又被山豹旅偷袭了？我们是不是又要在这里被涮？您先稍等一下，我马上去问一下前副总指挥。前副总指挥，专家组在问他们是不是被涮了，为什么演习还不开始？好，马上把情况弄清楚。昨天晚上发来的计划，怎么今天就变了呢？前副总指挥，你说什么被涮？专家组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演习，问是不是在涮他们？我涮他们干什么？我还不知道自己被涮了呢。哎，你是？啊，我叫艾佳，今天我带队。好，艾佳同志，现在的情况是啊，演习方案没变，但打法变了。为什么变？你问我，我问谁去啊？就是因为进来了这山豹旅，一切都变了。现在的情况是，海啸突击旅准备在3号分区发起一次大的伏击行动啊。这样的话，这个山鹰旅可能就上了圈套了，因为2个空降营就要登机飞往3号分区，而海啸突击旅1个中队啊，已经潜伏到3号分区了。你们知道吗？部署的全是地对空导弹，现在就等山鹰旅6架运输机飞来啊。海啸突击旅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了。第一波攻击先击中6枚导弹，力争击落3架山鹰旅的运输机。第2波攻击呢，先打下1架，这样一来的话，剩下的就不敢再来，更不敢跳伞。呀，那海啸突击旅这就旗开得胜了嘛！要是一起打下4架大型运输机的话，这样的战绩算是很辉煌了吧？那是啊，山鹰旅的1个空降营主力就全报销了。前副总指挥，这些过程就不要讲了，请你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啊，那现在打下来了没有啊？哎呀，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刚接到小金湖机场的报告啊，山豹旅就是刚刚参加进来，从昨天就开始搅局的陆军山豹旅直升机群，忽然出现在山鹰旅的指挥所上空啊，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但大家请放心，山鹰旅已经做好了一切迎战准备。你们这样的安排非常不好，我们不应该在这里观摩。您先别着急，一会儿我来安排，争取让大家到现场去观摩。太好了，我们也要去采访。前副总指挥，能不能派车带我们也到3号分区观看呀？前副总指挥，记者的要求是正当的，我也希望我这次的采访和我将要写出的内参有更深刻的内涵。好，大家放心，我会马上请示上级啊。哎，老朱啊，咱们可是多年的朋友了啊，你可得手下留情。我会实事求是的。郝参谋长，你怎么出尔反尔啊？啊？怎么还跑来捣乱？
我们不是来捣乱的，我们是来帮忙的。你少废话！要不是你来搅局，我现在就已经把海啸突击旅一个包围吃掉了。哼，你们上当了，还是让我们旅长跟你说吧。你听着，马上滚出我的空域！我的导弹可是咬着你的。夏侯旅长你好啊，我是韩鹏。你是韩鹏？是的，我是韩鹏，我在我的自动化指挥系统里面跟你通话。昨天晚上你和主任登门造访，我和我的政委呢又去了海啸突击旅，咱们失之交臂。今天以这种方式见面，也算是别有一番风趣啊。既然你和海啸突击旅如此暧昧，怎么到了我这儿不发起攻击，专在我场站扰乱交通？哎，我们呀，就是来阻止李光人行动的。我们的侦查发现，海啸突击旅1营这次出动完全是一次佯攻，他们的导弹营昨天晚上就已经埋伏在3号分区了。我认为啊，这是一次诱你上当的圈套，信不信由你，我们只是善意的提醒。郝参谋长，你可以返航了。明白，返航。郝参谋长，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们不想让你败得太难堪，更不希望你上自刎。还是要谢谢你和韩鹏旅长。后会有期。怎么样？还没发现目标吗？是的，导弹营的雷达一直开着，但就是没有发现山鹰旅的飞机，地面上也没有发现山鹰旅的任何动作。奇了怪了，这就。旅长，如果是这样的话，据我分析，我们的伏击企图是不是被山鹰旅的人察觉了，或者是泄密了？泄密？旅长。是不是山豹里韩鹏把你给他的情报又给了山鹰旅？不可能，我给他们的情报计划只是说我们准备迎战山鹰旅，而且是根据山鹰旅的进攻计划对应做的，就是给山鹰旅也没关系。报告连长，刚才情报分队收到消息，就在山鹰旅空降兵正要登机起飞的时候，山豹旅武装直升机偷袭了小金湖机场，打乱了山鹰旅的行动计划。山鹰旅当即放弃了空降行动，6架运8运输机已经飞回空军基地。韩鹏不是说他袖手旁观保持中立吗？怎么又出来搅和了？这不坏了我们大事吗？我们太小看韩鹏了。我现在敢肯定，如果有人通风报信，一定是韩鹏。他虽然不知道我们的伏击目的，但是对我们的侦察是不会停的。就像外国的侦察机还有军用卫星常年在咱们头顶上拍照，在咱们的沿海搜集电磁波信息一样。他是一刻都不会闲着的。魏参谋长，现在就派出地面部队直奔3号分区，先把他的导弹营干掉，同时把他那支佯动部队也干掉。地面部队改变投诉方式，空降兵改摩托化机动要快。趁海啸突击旅还都盯着天空的时候，我们就从地面上摸过去。海啸突击旅3营已经朝我们杀过来了。先不管他，只要我们在3号分区包围了他的导弹营，他的3营必定要折回救援。到时我们再寻机歼灭。长官，哟，新领战专家回来了啊！美女们都上岗了吗？非常到位，而且啊，突出了对山豹旅的宣传。现在啊，正策划带专家去3号分区看热闹呢。长官，我是陆航大队，任务完成，归队。哎，他说什么没有？
他还要感谢你呢。那他们下一步行动呢？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这山豹旅虽然袭击了山鹰旅的机场，但好像没有报道任何的损失啊。而且指挥部也没有这方面的状况通报。我也一直在怀疑韩鹏，可是一直找不到证据说服我自己。但有一点，我们要清醒自己的头脑，因为他们是专业化蓝军。韩鹏说过，因为专业，所以优秀。你也说过，韩鹏是只狡猾的山豹。算了，咱们也别猜来猜去了。知道，继续观察他们的动向。是。我亲自打电话问问他。坏了，王虎打过来的电话。你把人家出卖了，他找你算账的。那我还是别接了啊。我来吧。太好了，哎，你就跟他说啊，我呢去阵地上了，那个指挥部呢。喂，汪旅长。是我，您是？我是童飞啊。哦，童政委，我找你们韩旅长。韩旅长啊，他在呢，他不敢接你电话，所以让我跟你说他不在。那好，那请您转告韩旅长，我在这儿一直等他。那个，汪旅长你好啊！哎呀，韩大旅长，您可真是大忙人啊！让您接个电话，那可真不容易。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很不好。哟，哎，哪儿不舒服啊？我心里很不舒服。心里不舒服？那可能是心脏有问题。要不我派人给你送点药去得了。哎，行了，你实话告诉我，你派机群到小金湖机场干什么？小金湖机场？什么小金湖？你行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实话实说，快点。对，不是我去的，是那个郝参谋长，他带着飞机过去的，去给我们剿局，然后给山鹰旅通风报信，对吧？行，王旅长，不愧是打过索马里海盗的，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我跟你说实话啊，原本我打算呢，演习结束以后，我再把这事告诉你。既然你问了这个，那就看在那个你给我们山鹰旅情报不吝啬的份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是这样，我们信息情报中心的主任呢，柳珊珊，通过卫星还有电磁波的追踪，发现你们旅啊干了一些这个不明不白的事情。你比如叫几部电台车在山里边转悠，把你们导弹营呢拉到了3号分区。我们就想啊，你们把导弹拉到那儿干什么呢？打我们？这不可能，我们不去那地方。打月亮，那是嫦娥几号的事儿。打蚊子就更不可能了，因为那么精确的制导武器还没有出厂呢。所以我们就断定，你们是要对山鹰旅下手。韩旅长，如果你发现我们有防范不当或者是隐蔽不好的地方，你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改进嘛。我还得感谢你。哎，王旅长，你要这么说话可太 low 了。我们早就不这么玩了。遇到过交警吗？交警什么时候提醒过你啊？把你拦下来之后一敬礼，不光罚款还得扣分。再说了，我要是提醒你，那就是我的失职啊，有悖于我们专业化蓝军的原则和使命。所以我和政委商量了一下，我们就决定出卖你。韩旅长，你可真卑鄙呀！这话我可听得太多了。你给我等着，我早晚给你颜色看。怎么了？哎，怎么了？听不出来呀？急了，说了要给咱们点颜色看看。他算个什么东西？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我告诉你，山豹旅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侦查。我们拉到3号分区打伏击的导弹营，以及1营1连的佯攻，全让他给发现了。但是更可气的是，他把这一切全都告诉给了夏侯兰，这不明摆着出卖我们啊！这个韩鹏算个什么东西？旅长，讲。前方侦察部队发现蓝军山鹰旅的一个空降营向3号分区快速扑来，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3号分区。通知导弹营全部开启，只要抓住就给我打。不是从天上，全部从地面过来，就是之前打算空降过来2个营中的一个。好嘛，这空中支援改地面推进，
这空降兵改步兵了，全部摩托化开机，速度一点都不慢。旅长，看来是冲咱们导弹分队来的。而且我还得到一个最新消息，山豹旅已经和山友旅联起手来了。这不可能吧？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情报的？电子侦察科跟踪山豹旅的电台多时，发现从今天一早开始，他们与小金湖方向的电讯信号往来超常频繁。难道这还不值得怀疑吗？旅长，这是新情况，我们要警惕啊！这不可能，咱们可不能被眼前的假象所蒙蔽了，千万不能上韩鹏离间计的当。山鹰旅的胃口不小啊！一营主力上来得及吗？来得及，只要我们占领拐墩坝高地的一线阵地，利用这条山梁可以居高临下阻击他一阵，同时切断453号公路，但1对1肯定有困难。三营到什么位置了？已穿过6号分区，进入5号分区，离小金湖机场只有60公里。60公里？是。让三营原地待命，不往前走了。等一营的主力拿下了拐墩坝高地之后，三营从西向东，从山鹰旅的背后发起突然进攻，把二爷也拉上来，集中力量全部把他2营吃掉了。不行，顶多拉一半，因为咱们还不知道这山豹旅会在背后搞什么名堂。也是，怪讨厌的，不得不防。旅长，要不山豹旅在这瞎搅和，咱们打败山鹰旅10拿9稳。这个韩鹏嘛，真是个狡猾的山豹。刚接到通知，指挥部已经同意我们到3号分区的现场观摩了。一会儿5名专家跟我走。来。怎么回事啊？